半场结束的时候呢，比分7-2。当时呢，有兄弟就问我说：“大圣，这场比赛有可能翻盘吗？”我说呀，可以参考一下2010年的上海大师赛。不过呀，奇迹跟决心是成正比的。当年老张的对手同样是小特，上半场的比分同样7-2。只不过中场前，老张用鱼竿147吹响了反攻的号角，同样也宣示了自己逆转的决心。不过时隔14年之后，当年的杀马特已经今非昔比，如今已经贵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。本赛季8进决赛，6夺冠军，可谓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的对手呢，当年也曾经贵为80五虎，只不过是在个人的事业上升期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小特如今在斯诺克江湖傲视群雄，而主任如今俨然成了中国台球的教父。这帮主和教父之间的差距，小特非我族类，可能永远不懂，这可是有着云泥之别。好吧，再一次的恭喜小特。1个月之后的世锦赛，小特能否篡位成功，阻挡火箭8套大满贯的壮举，届时谜底都将一一揭晓。接下来请看帮主枪出如龙，斗破苍穹。我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就与苍天对坐。这个事儿呢，话分两头说。当萝卜的这杆防守失误之后，看看萝卜的表情，裁判呢又再次提醒。当然，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是 N 多次了。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这种方式去获得胜利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说说大圣。今天下午的这口毒奶确实够毒哈。确实说不得呀，提谁谁完蛋。好了，咱们也不说了，明天王牌对王牌，春风吹，战鼓擂，当今台坛谁怕谁？小猪跟小特上半场呢打了一个2-2，平分秋色。
但是奈何一到下半场啊，风云突变。你要说小特众神归位打得有多好，那倒不至于。奈何是小猪的药效已过，一不小心呢，被打回了高老庄。整个下半场啊，这样的失误比比皆是。当然，小特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今天这场球，小特最多发挥了5成功力，所以啊，大圣把这场球评价为进入16强以来打得最烂的一场球。但是没办法，帮主呢有小王的光环加持，再加上大王不在，这还有啥好说的？没有炸弹，你就只能叫声过。说实话，今天本来大圣呢对小猪还满怀期待，在上一个视频还提到他，说兄弟们咋就把他给忘了呢？所以说呀，兄弟们都说大圣的嘴是开过光的，提谁谁完蛋呐！提了2次火箭，大王回家，刚一说到小猪，他就卷了铺盖。所以说呀，你们在评论区也别说那个谁谁谁了啊，咱还是不提为妙。所以啊，咱们还是提提萝卜吧。这个赛季呢，萝卜可谓是打了一个赛季的酱油。临到赛季末了，一看自己的单赛季排名竟然掉到了80开外，这要再不上点心，下赛季还不得为了保级而战啊！再来看看当初的绝代双骄之一的小特，现在不但登上了帮主之位，并且啊，还妥妥的成了火箭的接班人。再来看看现在的萝卜，有点虎落平阳的意思。不过通过本次预赛公开赛看到萝卜的表现，那可是眼前一亮哦。萝卜也知道知耻而后勇啊，因为他知道要是灰溜溜的回到澳洲，那可没人拿他当教父。好吧，接下来就看咱们这开过光的嘴能否拿捏萝卜了。好吧，心疼一下小猪，回去好好的陪下高小姐，期待你啊世锦赛卷土重来。首先呢，咱们先来数一下这个球一共吃了几库。普通人呢，先别说这样的绿球能否蒙进，你就先把白球放贴库，这样距离的绿球，你让他对角跑5库，看一看能否做到。这样的大力出奇迹呢，对于小特来说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此刻的囧哥呢，还能勉强保持淡定，因为梦角这玩意儿吧，谁都有，但是能把它完成了夺命连环踢的，放眼当今台坛，仅帮主一人。小特呢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他妈是亲生的。囧哥呢，也别委屈了，老外呢，每次都只会用这个表情包。Oh my god！ 来，囧哥别哭，咱们中国人呢，对于这样的遭遇有一个很文艺的说法，咱们管它叫6月飞雪。好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。如果单单只说这2杆运气球，这可不是大圣的风格。现在呢，咱们把时间调到15分钟以前，先来看看这场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它的始作俑者就是小特。本来呀，这盘球就是一局普普通通的逆转，在斯诺克的职业舞台上，每天都在上演。其实呀，也没啥稀奇，囧哥呢也不会死得那么悲壮，那有啥会怪上小特的呢？其实啊，这也是小特迄今为止只能当小王，当不了大王的原因。接下来咱们注意看小特的2杆校位。这一杆看似没啥问题，其实啊，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。如果换成老张跟火箭，那么这一杆白球的杆法一定不会这么低。钝拉杆，白球叫粉球留下一个开口向下的角度，那么在这一杆就可以顺势处理下方和黑球相连的红球。你要说小特没想到，那也不至于，杆法的细腻度还不够，这一杆粉球啊较直了。但是没关系，他还有一次机会。接下来的这颗红球呢，小特有2个选择，叫粉叫蓝皆可，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要注意细节，角度要留好。这一杆呢，小特选择了叫粉，叫粉呢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留下一个7、8、9分的角度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帮主这一杆不但没有留下角度，甚至白球跟粉球的开口还略微有一点点的向上。这一下就为后面的惨案埋下了伏笔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囧哥，感觉好久都没有提到他了。说实话，大圣啊是有些伤心呐，因为我在之前多次提到过，囧哥未来呀很有可能登顶世界第一，
除了心脏差一点，囧哥的各个方面都满足这个条件。但是呢，也不知道为啥，自从大圣说了之后，囧哥的状态就一落千丈。直到今天看到囧哥瘫坐在沙发上的那个表情，总算是想明白了一些道理。咱们把什么天时地利人和、生辰八字，甚至祖坟的风水都考虑进去了，总以为算无一策，但是终归还是漏了一项，那就是面相。难道这个囧字真的成为了囧哥一生命运的真实写？一改一定，相信囧哥一定会有这一天。视频的最后呢，咱们聊一下昨天的竞猜。看到大家写的无数种结果，但是兄弟们咋就把小猪给忘了呢？展张破赛，兄弟们去看看他最近打出来的数据，不是吃了人参果，就是吞了大还丹。也许这一届的世界公开赛就是小猪的飞驰人生哦。哪位兄弟能够告诉我，火箭这杆为啥要发力？看完这场球呢，大圣只能连说3个卧槽。好吧，先让我冷静一下，咱们先把时间回到15分钟之前。今天的波斯铁骑确实够硬，现在跟火箭的比赛也来到了4比4的双팀决胜局。此刻场上的形势一片大好，但是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却在这颗简单无比的红球面前，阴沟里面翻了船。好吧，精彩的画面太多，大圣呢稍微给大家剪一下，待会儿到精彩之处，咱们再来欣赏火箭的骚操作。接下来注意看火箭的这杆 K 球，白球深深地把红球推了出来。要知道刚才的红球堆并不紧实，他这个降大臂，别说女子选手了，大部分职业选手都达不到这个效果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杆，注意看红球稍微打后了一点点，导致下面白球下来走过了，这就是职业选手的精细度，连一点点的厚薄都会影响白球的走位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杆白球呢，跟篮球的夹角只有一点点。接下来看火箭的降大臂，看看白球，他这样的出杆呢，比别人的延伸就多了那么一点点，就是那么一点点。用专业的叫法来说，他的白球就比别人更活。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中带哈，距离非常之近，这样的球全凭球感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接下来的这杆彩球的较位，哎呀，力道就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接下来火箭的这个选择，大圣还是有点疑惑的哈。这个球呢，中杆可以推下来，但是火箭考虑了一下之后呢，他选择了低杆一库，因为粉球的这个夹角本来比较小，这个球呢杆法也不够低，就这样，瓦菲死里逃生。下面呢，咱们直接进入最精彩的部分，瓦菲连续的给火箭做上斯诺克。接着再来一杆，火箭一个扎杆给瓦菲形成了反调。目前桌面的情况，任何人一个小失误带来的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。
瓦菲的两库解球，看一下红球上去之后的位置，下来之后，兄弟们说这个位置安不安全呐？但是这颗球呢，倒霉就倒霉在他看不到红球的左半边。要是看得到的话，我相信火箭一定会选择推一库防守。正是因为看不到，防守逼成了进攻。此刻更加诡异的一幕来了，火箭领先26分，打进任何一颗彩球都将超分。火箭也来看了一下黑球的位置，如果进攻把白球停在黑球的位置，如果黑球不进，他对黄球也是斯诺克呀。就算黑球进了，你自己形成斯诺克也不怕，就算解不到罚4分，他也超分不是？火箭也在这里看了半天。回去之后，他选择了低杆，还发力。这一下呢，说实话，大圣彻底懵逼了。你说你怕推过去漏黄球，这个可以理解，那你停在黑球那里不就完了吗？看到这儿，咱们只能说大神的操作，咱们凡人看不懂啊。接下来瓦菲如法炮制，几乎同样的位置，火箭解的第3杆。这一下形势瞬间逆转。好了，下面的球兄弟们自己看。当然，瓦菲也够硬呐。9. $14. $20. 如果这一下瓦菲再发力，那咱们就真的要骂娘了。这2天呢，听说火老师另有安排，这一下轻松了，抓紧赶赴下一站吧。